米屋这台140瓦4口平显充电器，它强在 PPS 兼容性、协议调度策略和手机端的充电体验。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台省心、直观、能覆盖大多数设备的手机端主力充电器，它就是很合适的选择。各位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拆解一个最近挺火的多口充电器——米屋这台140瓦平显充电器。米屋是小米生态链企业，是小米充电宝唯一指定研发生产商。测试篇我们已经把兼容性、曲线、多口分配和长时间负载都跑过了一遍，表现有亮点，也有明显的工程取舍。那么问题来了，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么小的体积，还可以撑起4口？140瓦这套平台到底是怎么分配？不同端口的表现差异根子出在哪里？这期拆解篇我们直接把外壳打开，把关键的器件和电路结构一层层的拆出来，该解释的用结构解释。看完你就知道这台充电器的性格到底是写在屏幕上还是写在电路里。这根自带的120瓦编织数据线，我们测试篇已经把它的基础数据跑了，我们现在就是做拉力测试啊，看它能扛住多少公斤的拉力。这根240瓦的线材3次拉力测试，它承受的平均拉力公斤数是 45.6 公斤。我们现在把这个线材剥开看一下，外部的编织网，白色的 TPE 外皮，内部有滑石粉，2根裸露的线芯为负极，2根红色的线材为正极线，4根信号传输线。线芯采用的是抗氧化能力更强的镀硒线铜丝，内部有抗拉纤维。线材本身是没有设置抗拉纤维的，外部也没有屏蔽网。像这种配置能够承受40多公斤拉力，也算是可以吧。我们把护套拆开，看看内部的 eMarker 芯片。我们把 Type-C 头拆开以后，可以看到内部的 eMarker 芯片啊。这根线材内部的 eMarker 芯片私印型号是 31H11CA， 这个厂家我们没有查到啊。这就是我拆开的米屋的240瓦 CC 线啊，编织的。大家觉得这个用料怎么样？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这个140瓦充电器本体做个拆解啊。充电头拆解有触电的风险，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先用撬棒把这个屏幕的盖板把它敲开看一下。屏幕和壳体之间有这种铜箔双面胶啊，把它粘住的。触控区域有黑色的双面胶用于固定，排线连接在这个座子上。插口面板也是通过双面胶粘上去的，粘得非常紧啊。敲开充电器的插座盖子，可以看到交流电是通过2根导线导到主板上，黑红导线的材质是用的硅胶线，内部是塞得满满当当的啊，空间利用率是非常高的。拿出主板本体，可以看到主板内部灌封了蓝色的导热硅胶。屏幕控制板背后有一块黑色的麦拉片，黄铜的散热板，上下各一片，另外还打有白胶，把主板固定在壳体上面。花了点时间把这个充电器重新拆开，我又装起来了。这一堆蓝色的就是充电器内部的散热硅胶啊。充电器的2块黄铜散热片，这块背面还有一张灰色的散热硅脂贴。充电器的插头部分上面有一张麦拉片做隔离绝缘。充电器的交流簧片它是用的铁质的材料。可以看到这个充电器模块非常的紧凑，这个位置还有一张陶瓷纤维隔热棉，防止热量传导。充电器一共由6片 PCB 构成，把这个壳体内部的空间几乎都是用到了极致。高低压隔离的地方一共有4块麦拉片做隔离。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充电器模块，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
兄弟们，这台米屋140瓦4口平显充电器在测试里看到的现象其实能够串成一条逻辑。它为什么能把主流手机的快充协议几乎都点亮？为什么充电曲线能跑得很规矩？为什么多口分配时整体还算稳？这说明它的控制策略和功率分配是下过功夫的。同时你也看到了它的另一面，当你把它逼到极限，它会更偏向保护自己，比如高功率长时间输出时的策略，端口之间的表现差异，以及一些你在文波里看到的性格，它到底是怎么在小体积里塞进140瓦？前面这些测试表现背后究竟是哪种工程取舍在支撑它？继续往下看，答案都在电路里。高功率多口充电器能不能稳？吵不吵？会不会乱跳协议？很大一部分从 EMI 这一段就定掉了。首先是深圳蓝宝安科电子出品的5安慢熔保险丝，给启动浪钮留空间，遇到异常也能把风险锁在输入侧。蓝宝安科2010年成立，专注保险丝、温空气等产品的开发销售。再往后就是2级供膜电感加2颗黄颜色的 X2 安硅电容。2级供膜电感的好处是对供膜噪声分段处理，再配合 X2 安硅电容把插膜干扰也压一压，属于正经做 EMI 的路数。安硅 X2 电容来自东莞晨曦电子，这家公司2014年成立，专注电子元器件生产与销售。整流部分用的是台湾智威科技出品的贴片整流桥，规格是8安1000伏，2颗并联分摊发热，降低压降。智威科技1994年成立，一家以从事半导体及相关设备为主的企业。整流后2颗东莞微庆电子的薄膜电容，规格是1微法，耐压450伏，配合1颗环形滤波电感，组成派型滤波电路。东莞微庆电子2010年成立，经营范围涵盖电容器、电器配件等。1颗东莞君康电容的10微法400伏高压电解电容做母线储能与滤波。君康电容2005年成立，主营铝电解电容研发、生产、销售。这个充电器能做到合规 PBS 协议全兼容，这件事往往是建立在这种输入不乱、母线干净的基础上。主电源区这一段就是整机的心脏，主控、开关管、变压器、反馈、功率都是从这里长出来。主控的偏置供电电容也是来自东莞君康电容，规格是4.7微法，耐压50伏。主控用的是深圳 BEV 电子出品的 KP2815，它是原边反馈、高功率因素的反击恒压控制器，并强调准谐振、谷底开通等思路，目标就是效率和 EMSC 表现。BEV 电子2014年成立，专注于模拟及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研发。充电器的主电源功率开关用的是深圳英诺赛科半导体出品的氮化镓器件，型号是 70D105C。 氮化镓功率器件的优点就是开关损耗低，体积更好做小。英诺赛科2015年成立，主营氮化镓功率器件研发与产业化。尖峰能量泄放前位相关职责用1颗 S5M 二极管来承担。安硅隔离这边用到3颗陶瓷安硅电容，厂家来自鞍山启发电子出品，3颗，总容量是3000匹法，用来泄放供膜干扰。启发电子2006年成立，主营介电陶瓷材料、磁介电容器及微波频率元器件等研发制造。反馈电路用的是深圳奥伦德实业出品的 OR1008 光电耦合器，把刺激电压信息送回主控，保证恒压精度与动态响应。奥伦德1998年成立，主营光耦等光电器件。这个充电器140瓦，2次烤机都是20多分钟触发保护，但100瓦却能跑2.5小时，这更像是热设计和保护策略，把140瓦定义成短时冲顶，而不是功率虚标。次级同步整流与屏幕显示部分的电路，这里也是用的 BEV 电子出品的同步整流控制器，型号是 KP4060。控制器驱动2颗江苏东威半导体出品的 NMOS 开关管，型号是SFS152-075UGN。 东威半导体2008年成立，主营功率半导体器件。然后就是这台机器的次级滤波电容，全部都是用的电解，4颗东莞君康电容出品的，总容量是5740微法，还加了1颗滤波用的供膜电感，把次级的高频噪声再压一遍。频显与控制电源部分用的是南京威盟电子出品的 M13121降压供电 IC， 配合旁边 4.7 微亨的电感，给 MCU 提供稳定的低压。威盟电子1999年成立，主营模拟与电源管理芯片。主控 MCU 用的是深圳中科蓝讯科技的 YP0C0098H， 1颗32位 MCU 主控芯片。中科蓝讯2016年成立，专注低功耗高性能无线音频 SoC 芯片的研发与销售。
旁边这一颗是来自深圳西元特科技出品的 8M-bit 存储芯片，主要放智库图标显示界面资源。西元特2009年成立，专注集成电路自主研发与销售。人机交互用的是一颗单通道触摸 IC， 湖南融合微电子出品的 RH6016C， 配合触控弹簧做按键输入。融合微2007年成立，主营消费类集成电路。底盘的直流准备好了，最后就是看多口怎么分配。MCU 控制3路降压电路，4口输出才是这台米雾140瓦的重点。先看功率分配，主控 MCU 用的是深圳中微半导体出品的 CMS8S6990， 主要负责盯电流采样，盯各个充电口状态。中微2001年成立，专注以 MCU 为核心的数模混合信号及模拟芯片研发。C1 和 C2 口2路140瓦大功率口，各配一颗深圳华源智信出品的 HY55151协议芯片，而 C3 和 A 口45瓦功率这一路由 HY5324B 负责控制。华源智信2018年成立，专注于数字电源管理芯片及 LED 背光驱动芯片研发。3路降压控制用的是3颗无锡硅动力微电子出品的 DC-DC 降压控制芯片，型号为 SP1250HN， 保证整机的逻辑稳、响应快。无锡硅动力2003年成立，主营电源管理集成电路设计与开发。C1 口和 C2 口2路大功率降压，用2颗环形电感，配上4颗上海金悦电子出品的 NMOS 做半桥拓扑。这4颗 MOS 管的适应型号都是 8L410 啊，有2种规格。金悦电子2010年成立，专注于功率器件研发的集成电路设计。C1、C2 口 V-Bus 开关管采用无锡祥瑞微电子出品的 QBL0407A 控制，2个充电口各1颗。祥瑞微电子2023年成立，专注功率半导体制造。2005电流采样电阻2颗，负责 C1 口、C2 口的电流采样。C3 和 A 口的功率上限是45瓦，用1颗环形电感，配合2颗祥瑞微电子的 QGL0405A 做半桥开关。这2个充电口的 V-Bus 开关管换成了 QTL0308A， 电流采样电阻则是22005和22020两档配合，兼顾良辰和精度。另外板子上还有5颗固态电容做电流滤波，目的就是把负载变化时的电压波动压住一点。兄弟们，这一章咱们不讲器件，不讲架构，就用最直白的话，把这台米雾140瓦平显充电器的电路取向讲明白。它不是靠某一个充电口硬撑全场，而是主电源先把底盘供稳，再用 MCU 把4个充电口分工调度。所以测试片看到的合规全兼容、曲线规矩、多口还能跑，本质上都是这套调度思路带来的。先说优点，第一，协议覆盖强，不是碰运气能握手，而是每个充电口都有明确的控制链路， MCU 在中间负责分配、限流和保护，所以插上不同品牌的手机才会呈现那种该亮快充就亮快充，该跑曲线就跑曲线的这种稳定感。第二就是输出分层很清楚，高功率充电口偏性能输出，负责扛大功率，另外2个充电口更偏稳态输出，纹波波形更加的平稳。这也是测试的时候测到的 C3 和 A 口纹波观感更接近平直稳态的原因，因为这一路电路压力小，滤波余量相对更宽裕，自然更干净。再说它的短板，咱们不避讳啊，都要讲到。第一，小体积高功率这件事决定了它的140瓦更像短跑选手，100瓦是可以持续输出的。第二就是高功率口在大负载下的纹波更难压得漂亮，这是有原因的。充电器的功率密度越大，电流输出越猛，回路就会越挤，纹波噪声就越容易抬头，尤其是不同端口支路不一样时，这个端口的差异会被放大。所以米雾这台140瓦，我建议想要手机大功率快充，就把 C1、C2 高功率口当主力，更在意输出平直稳定，就优先使用 C3 和 A 口。长期使用的话，按照更舒服的100瓦功率平台去理解，它的体验会更顺、更稳定。兄弟们，测试加拆解到这里，这台米雾140瓦4口的平显充电器的定位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它就是冲着桌面手机端多设备快充枢纽来的。它的 PPS 可以做到全兼容，可以让你不需要研究协议，不需要挑手机。目前市面上主流品牌快充基本上都可以顺利的握手，曲线跑起来也规矩，这说明它的功率分配和控制策略是做得成熟的。带屏幕这一点我要单独说一句，它把功率和充电口的状态直接摆在你的面前，这就是体验上的加分项。
不是参数表能体现的那种。这一期拆解开看内部，你就会发现它的设计思路也很务实。前端的抑制、主电源平台，再到4口的 MCU 分路控制，整体就是奔着稳和兼容去做的，让你的多设备一起充的时候，整体表现更可控、更安心。当然，任何小体积、高功率密度的多口充电器产品都一定会有工程取舍，这台也是同样的道理。你真要把它当成满载140瓦极限电源，那就属于超纲使用了。更合理的使用方式，把它当成100瓦级别的手机端主力，主打就是给手机、平板、耳机、手表、游戏掌机这些设备轮番充电，它的优势会更明显。最后一句话总结，米屋这台140瓦4口平显充电器，它强在 PBS 兼容性、协议调度策略和手机端的充电体验。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台省心、直观、能覆盖大多数设备的手机端主力充电器，它就是很合适的选择。测试为了了解，猜测为真相，认真测载，客观输出。我是李火车仔，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